好的，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男子汉的约定，来自传奇猪头 ZRX 1200。它之所以叫男子汉的约定，是因为它适合重度改装，加上猪头的造型备受硬汉青睐，也被称之为日系硬汉机车。但是这两个名字跟倭寇没有关系，他们长得和得了病一样，我觉得还称不上男子汉。另外，猪头这个摩托是2001年生产，2016年停产。停产之前有4个型号，分为 R 版猪头造型、S 版部分整流罩、C 版是裸车，还有一个复活的进化版。而且猪头1200就是1100的升级版。猪头整个家族造型全部来自于早期传祺 KZ1000，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乱，因为传祺 Z 系列它的分支特别多，比如有 Z 系列街车 Z900、Z1000，早期的 ZR 系列也叫西风400，ZJ 系列比如航海者、ZL1000 巡航车、ZN1003 航海者、ZR-7 街车、ZR250 街车、ZX-10系列仿赛、ZXR 系列仿赛，还有 ZZR 系列运动仿赛。可以说 Z 系列特别多，这只是一部分。未来有空我们会慢慢聊。我们先聊第一个型号，01年到08年 ZRX 1200猪头版，目前收藏价格8000到15000左右。本土版的5速变速箱，欧版07年开始6速变速箱，而且本土版有限速。这个根据年代车况的不同，价格也不一样。不过只可以收藏，不可以上路。它用的是叶冷 1165cc 4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双顶置凸轮轴，每缸4个气门。用了4个金兵 CVK 3.6厘米化油器，最大马力8500转，爆发122匹，最大扭矩7000转，爆发112牛米。用的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座椅高度790，干重223公斤，油箱容量19升，最高时速246。这个车型04年之前的排气前中段是黑色，04年之后的前中段改成了抛光排气。这个小细节可以辨别排气是否原装。另外，它的发动机来自于 ZZR 1001，与上一代 ZRX 1001同款。不过，相比老款发动机，加大了排量，使用了镀铝气缸。这种电镀气缸，它的散热速度比缸要快，也调整了中低转速性能，提供了更好的扭矩。安装了节气门位置传感器，可以根据节气门位置，包括发动机转速，改变点火阵时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燃油效率更高，可以防止回火，防止放炮。然后日系摩托也使用钢管后摇臂。给大家放一下这台发动机声浪。然后2001年到2004年还有一个型号叫 S 版，这个型号在国内非常少见，它的参数和猪头版一模一样，除了前脸的造型没有什么区别，就连整车干重也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更少见的是裸版，没有任何头罩，整备重量轻了4公斤。早期的本田、铃木、雅马哈都是圆灯或者 S 版，当时只有传祺出了一个猪头版，算是很别具一格，也吸引了很多粉丝。180的表底是本土版，260的表底是欧版。当然这个也不是一定的，后期表底280也有可能限速180，也有可能结实自己改装自己破解，所以这些都不是一定的。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发动机声音。最后一代发布于2009年，停产于2016年。它叫 ZRX 1200 DAEG 版，也可以称之为特别版。这个特别版相比老款，最大马力从122匹降到了110匹，转速从8500转降到了8000转，最大扭矩从112牛米降到了107牛米，扭矩转速也下降了1000转。不过使用6速变速箱电子燃油喷射，此前的猪头都是化油器车型。其实化油器是整个猪头改装的灵魂。不过好在燃油泵使用了同年份 Z1000的燃油泵，它的 ECU 来自于同年份 ZX-10， 变速箱来自于同年份6眼魔神，防盗器成为了标准配备，有了 LED 尾灯，散热器更薄，重量更轻，冷却效率提高了16%。这个 LED 尾灯来自于 ZX-6， 仔细观察它的整流罩比老款更大。这一代的价格大约在15000到3万块左右，具体要根据年份包括成色而定，也要根据日版和欧版而定。不过只可以收藏，不可以上路。给大家放一下这台发动机声浪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传祺172猪头在国内玩过的人并不多，可能玩过西风的、原药皮玩过猪头的更多。
但是不可质疑它是一台好车，更是一台适合重度改装的摩托。但是国内有没有大贸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喜欢的话放在心里，水车就别玩了。而且1000亿的化油器老是漏油，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这个毛病。而且油加多了打不着，老的川崎车毛病很多，反正玩老的川崎要多加谨慎。当然也有成色非常好的，看你能不能碰到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